60万预约，央媒集体下场，诚意这部新剧到底动了谁的神经？60万，一部还没播的电视剧，爱奇艺预约量逼近60万，直接破了平台历史记录。但这个数字不是今天要聊的重点，真正让我一个追了诚意好几年的人坐不住的是另一件事。新华网爆了，环球网爆了，人民日报专访了，中国旅行社协会官方发文推荐文旅路线了。一部古装传奇剧，不是主旋律正剧，不是建党100年献礼片，不是扶贫题材，是一部讲明朝太子盐运河逃命的商业古装剧。官方媒体集体下场。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微妙，因为在中国的影视生态里，官媒报道一部剧和官媒集体报道一部剧完全是两个概念。前者可能是正常新闻采编，后者基本可以确定背后有更大的棋局。今天我就把这件事拆开来聊，从表面往里包，一层一层来。作为诚意的粉丝，我当然希望这就是简单的句号，所以媒体抢着报，但客观来说，事情没这么简单。不过说实话，包到最后，结论比我预想的还要让人兴奋。好，先说表面上发生了什么。2026年2月12号，两京15日杀青。环球网第一时间发了篇挺详细的报道。你们注意啊，环球网是环球时报的官方网站，而环球时报隶属人民日报社。这不是什么娱乐自媒体，这是正经的中央级媒体矩阵。然后新华网那边呢，虽然不是直接写两京15日好看，大家快去看，但他在报道江苏文化产业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时候，这部剧的名字反复出现。最狠的是中国旅行社协会，这可是国家级行业协会，直接发了3条以两京15日为主题的文化旅游路线推荐。从南京到北京，逆流而上，完全按剧里朱瞻基的逃亡路径设计的。而且还跟诚意粉丝的5城联动应援形成了配合，南京、扬州、淮安、济南、北京同步搞沉浸式剧宣。说到这儿，我想问一句，你们见过哪部古装剧还没播呢，国家旅行社协会就先给你规划好旅游路线了？我追诚意这么久，说实话，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愣了好几秒。不是因为觉得他不配，恰恰相反，是因为终于有人看到了我一直看到的东西。但是等等，这只是你能看到的表面，媒体没告诉你的，在第2层。稍微跑个题，但这事儿跟今天聊的特别有关。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一份文件，叫《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2023年又出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说白了，大运河已经被提升到国家文化工程的战略高度，跟长城、长征、黄河并列，是中国4大国家文化公园之一。2025年，江苏省又专门出了持续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里面明确提到要高标准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现在你再回头看两京15日，这部剧讲的是什么？太子朱瞻基沿京杭大运河从南京跑到北京，15天，2200里。整条叙事线就是一条大运河文化带的完美展示，沿途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每一段运河都是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节点。所以你明白了吗？官媒集体报道这部剧，不是因为哪个宣传部门的领导追星，是因为这部剧天然契合了国家正在推进的大运河文化战略。而且张黎这个导演的做法更绝，实景搭建3万平米，按古法复刻明代官船、南京城墙、运河市景，40%的场景用的是真实河道。他请了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专家来把关剧本，服饰严格按明代规制复刻。翻译一下，这部剧不只是一个娱乐产品，它在客观上承担了大运河文化传播载体的功能。对官方来说，它是一个完美的文化输出工具，有故事，有明星，有流量，有历史质感，还能带动沿线城市的文旅消费。
说起这个，我突然想到，连郑州末街文创园都搞了诚意痛楼主题剧宣园区，剧未播，景鲜红。这个模式被媒体叫做影视 IP 与城市文化的双向奔赴。哦，对了，还有件事，中国旅行社协会推荐的那个文旅路线，粉丝们在5个城市搞的线下应援，搞的是定制周边和主题打卡。这不就是文旅消费的活教材吗？如果我是决策层，我也会推这部剧，因为它同时满足了文化战略需求和商业市场需求，这种交集在中国影视行业里其实非常罕见。好，但问题来了，满足条件的剧可能不止一部，为什么偏偏是2京15日？为什么偏偏是诚意？这就是第3层。我追诚意不是因为盲目，是因为我看到了很多人没看到的东西。今天就说几个很多路人可能不知道的细节。知乎上有一个帖子，问的是诚意到底是什么性格的人，下面的回答全是业内人士，化妆师、导演、舞指、配音演员、群演、编剧，不同岗位、不同剧组、不同时间段接触过他的人，他们的评价是高度一致的。我念几个关键词：非常敬业，吃苦耐劳，谦虚有礼貌，没有架子，平等待人，热爱演戏。理想照耀中国的周迪飞导演说过一句话，拍了10几年戏，从没遇到过诚意这样的一线艺人。更有意思的是，新华社记者采访诚意之后，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条信息很多人没注意到，但它说明了一件事，当国家级媒体的记者亲自接触过这个人之后，他留下的印象是正面的。这个事儿说起来有点微妙。你们想想，官方媒体在决定是否报道，以什么规格报道一个娱乐产品的时候，他们考量的可不只是这个剧好不好看，他们还要考量这个项目的核心人物有没有风险。你们都知道最近几年发生了什么，一个接一个出状况。官方在推任何一个文化产品之前，对核心艺人的安全系数审查是非常严格的。而诚意呢？人民日报给了他将近50分钟的深度专访。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人民日报的在场栏目不是什么艺人想上就能上的。50分钟的篇幅，说明对方判断这个人不仅安全，而且有内容可聊，有自己的见解，有文化底蕴，能撑得起一场严肃对话。他在采访里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先做人再演戏。你可能觉得这话听起来普通，像套话，但你把它放到现在这个语境里，多少人是反着来的？先红了再说，人品以后再补。读到这里，我差点跳过，还好又看了一遍。有个细节是这样的：2京15日剧组拍摄期间，诚意完成了一场高难度打戏动作，现场舞指和整个演职团队自发为他鼓掌。这种事儿你在片场见过几次？还有一个细节更有说服力，剧组特别邀请了历史学者和影视学博士跟拍解读纪录片。这个学者在跟诚意初次交谈之后，就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注意啊，这是学术圈的人，不是粉丝，不是同事，是第一次见面就被打动。为了眼珠沾机，诚意提前好几个月读明宣宗实录，自己写人物小传，90%的高危戏份亲自上阵，冰河浸泡，炸点穿越，腰部多次受伤。而且在片场，他不是那种摆架子的人。和林更新的互动，杀青的时候，2个人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不是演出来的。剧组工作人员说他在剧组特别皮，在熟人面前性格很活泼，但对戏的态度极其严肃。杀青那天，将近3万人自发到场。3万人啊！但现场秩序井然。拍摄结束后，诚意转身向人群鞠躬致意，真诚又克制。环球网的原话。好吧，我知道我扯远了，作为粉丝说起他的好来，我容易停不住。拉回正题，我想说的核心是，官方媒体选择站台一个文化产品，背后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选题契合国家战略，也就是大运河文化；制作团队可信赖，张黎加马伯庸；核心艺人安全系数高，诚意零负面加业内口碑加官媒亲自验证，商业数据证明市场认可。60万预约，
这4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而两京15日恰好全部满足。这不是运气，这是程毅用13年的时间一部戏一部戏的攒出来的。但我今天最想聊的其实是第4层，这件事对整个行业意味着什么。过去几年，中国影视行业经历了一轮非常剧烈的洗牌，清朗行动、限薪令、饭圈整治、平台降本增效，整个行业的底层规则变了。以前官方媒体站台的基本都是主旋律正剧、建党题材、扶贫题材、军旅题材、商业古装剧，能不被点名批评就谢天谢地了。但两京15日打破了这个惯例，它本质上是一部商业古装传奇剧，有明星，有 IP， 有爱奇艺独播，有粉丝经济，但它同时获得了国家级媒体的认可和推广。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文化管理思路在进化，他们不再简单的把主旋律和商业剧对立起来，而是开始寻找一种，怎么说呢，两条腿走路的产品形态，既要有商业号召力让市场买单，又要有文化内核让国家战略有抓手，既要有流量明星带热度，又要这个明星本身经得起审视。张黎接这部剧，很多人一开始是担心的，拍过大明王朝1566的人来拍一部 IP 改编的商业古装，会不会水土不服？但现在回头看，这个组合恰恰是最聪明的选择。张黎的名字本身就是质量保证的标签，他给了官方媒体一个这不是纯粹的流量产品的信号，而程毅和马伯庸的号召力又给了市场一个这不是枯燥的历史说教的保障。抖音上主话题播放量4个亿，衍生话题累计破10亿，非粉丝观众占比超过 40%。 这部分我不是100%确定，但根据我看到的信息，这个 40% 的数据是媒体分析出来的。如果属实的话，它说明一件很重要的事，这部剧已经突破了粉丝圈层，进入了大众视野。商业层面更夸张，程毅的品牌合作数据 Gap 为一礼盒20分钟售罄，首日销售额破2000万，战家官宣当日带货 GMV 4140万，热度登顶全品类榜单。有个细节我想深挖，但信息不够，如果后续找到更多资料，我会在下期更新，就是这些商业数据和官方报道之间的时间节点。我怀疑是有协调的，但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所以只是个人推测，你们自己判断。不过有一点我可以比较确定的说，两京15日的宣发模式很可能会成为以后中国影视行业的一个模板。什么模板呢？国家文化战略提供政策支撑和官媒背书，顶级制作班底提供品质保证，而一个既有市场号召力又经得起审视的艺人，提供连接官方和市场的桥梁。以后我的预判是，你会看到越来越多这种3位一体的项目，而能站在这个交叉点上的艺人不会很多，因为条件太苛刻了，你得有流量，但不能只有流量，你得有演技，但不能只有演技，你还得怎么说呢？干净，经得起查，经得起扒，经得起国家级媒体的近距离审视。网友把程毅的早年微博翻了个遍，全是健身打卡、读书笔记、剧组吃盒饭的照片，10几年如一日。我可能有偏见，毕竟我是他的粉丝嘛。但客观来说，你去找找看，有几个一线艺人能经受住这种程度的考古？还有公益，甘肃地震的时候，他带头捐了130万，粉丝团48小时追加了超过20吨的物资。湖南乡村小学图书角计划，粉丝用他角色的金句给书架命名。这不是被安排的公益，这是自发的，是他和粉丝之间长期建立的那种正向循环的自然结果。好，说了这么多，最后收一下。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新华社、环球网、人民日报这些最顶级的官方媒体会集体为一部古装传奇剧站台？我的答案分3层。第一，因为这部剧踩中了大运河国家文化战略的核心诉求，它不只是一部娱乐产品，它在客观上是大运河文化的最佳传播载体之一。
第二，因为张黎和马伯庸的组合提供了品质安全垫，官方可以站台而不用担心被打脸。第三，也是我个人觉得最关键的，因为程毅这个人本身，13年的从业经历，零负面，业内口碑一边倒的好评，人民日报50分钟深度专访，新华社记者当面接触后的正面评价，他不是靠哪一个爆款被选中的，他是靠整个职业生涯的积累，让自己站到了那个被信任的位置上。作为他的粉丝，说实话，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但我也很清楚，这不是终点。2京15日还没播，最终能不能兑现所有期待，还要看成片。但就目前的态势来看，我给3个预判。第一，2京15日大概率会成为2026年暑期档的剧王级选手，爱奇艺预约量在播出前应该能冲到80万以上。第二，这部剧播出后会带动大运河沿线城市出现一波影视文旅热，类似于当年长安12时辰对西安旅游的拉动效应，但规模更大，因为涉及的城市更多。第三，程毅会因为这部剧正式完成从国偶顶流到全品类一线演员的身份跃迁。这不是我作为粉丝的期待，这是我根据目前所有数据和信号做出的理性判断。我可能说错了，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倾向于这个方向。最后说一句，有人问过我，你追程毅追的是什么？我想了很久，不是颜值，虽然他确实好看。不是角色，虽然雨丝凤和李莲花确实刻在我 DNA 里，是那种感觉，这个行业这么浮躁，所有人都在找捷径，但有一个人13年了，还在用最笨的方法在做事，而最后最笨的方法反而走出了最远的路。他不是被选中的，他是让自己变成了唯一的选项。好了，各位，今天就聊到这儿，你们觉得我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对2京15日有什么期待？评论区告诉我。如果你跟我一样追了程毅很久，点个赞让我知道，咱们的果果大军在评论区集合一下。如果你是路人，也欢迎说说你的看法，越有争议越好，我下期可能就聊评论区里的观点。我们下期见。